好，回到環球大戰線節目現場，我們繼續跟3位來賓討論，現在是中國跟日本在稀土上面的神鬼交鋒哦。日本這次是真的急了嗎？一邊高喊說要擺脫中國的稀土，但是一邊私底下在搞一些小動作。什麼事？竟然有人想偷偷把這個稀土的管制品給帶出去。事情發生在5月的時候，在這個遼寧的大連有關部門呢就拘捕了這個2位日本人。他們涉嫌呢違反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貨物跟這個物品罪。他們怎麼做的呢？把這2個人呢，就是用稀鐵磁土把它嵌入到其他的產品，然後假裝這樣帶出去，然後抵達日本後再把它拿出來，也是蠻勞師動眾的做了一些小心思，想規避，但是最後沒有用，還是被抓了個正着。那這件事情呢，這個也是直接鬧出了一個笑話嘛，所以日本的外交部呢就借機來調侃。這個抱歉，是中國的外交部就借機來調侃日本，說應該要教育這個日方教育在華的日本公民要跟企業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那日本當然這次理虧嘛，所以也沒有辦法做太多的反擊了。好，我們看到日本的企業員工也好，還是做一些商業間諜的這些動作也好，近年其實是時有耳聞的。之前台積電跟這個東京微科的事情，到現在大家都還記得這件事情。然後現在又想要從中國這邊去拿一些不該被輸出到國外的東西，怎麼會這樣呢？是實際上明面要不到，我現在私底下來做這些歪腦筋小動作了嗎？這雖然是一個小事件，但它背後反映的大格局，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中日雙方在稀土這個層級上面在做的一些較量。怎麼看這場神鬼交鋒，楊老師？靜喬，這個事件開始是今年的1月6號，1月6號就開始了。中國大陸的商務部就宣布對日本的就是軍工產品，採取兩用物項的出口管制。那這個軍工產品當然指的就是去年11月開始，高市早苗提到了台灣有事，以及日本整個要開始走向再軍事化，後來呢出口殺傷性的武器，要去修改非核3原則，現在還要修憲。天哪，我已經數不完了。軍國主義扶貧，對，就是中國大陸認為你是在走向新型的軍國主義。那而且在政治跟外交上，其實採取的是一個跟中國敵對的，也就換句話說，我們台灣人就很懂啦，是抗中保日，的這樣一個態度。所以呢，他對於你要去發展軍工產業，不是民用商業的民用商業的他沒有管制。是。但是軍工產業的两用物項，那两用物项通常就涵蓋了可能有稀土，然後呢稀有這個礦產以及一些其他的鋁粉這些都可能是两用物项。两用物项的這個範圍其實蠻廣的，我們叫做這個 dual use civil mill 的 dual use 這種兩用物項。那當然最核心的就是稀土，還有一些稀有的這個金屬。那因此，他就從1月6號開始採取管制。那這個日本現在碰到個問題了。因為日本有很多的企業事實上他左手做軍工產業，他右手做民間商業，比如說三菱重工，比如說川崎重工，比如說 IHI， 到了2月份，中國大陸就把這20家就列為是日本軍工企業，就這些企業通通有被管制，而且還不准第三企業或第三國的這個任何的機構去轉售由中國取得的這些，然後呢轉賣給日本的這些被管制的企業，這某種程度也叫一種叫做域外管轄權。對，但是別的企業當然不敢違反，對，否則的話你就拿不到了，對不對？那當然這個造成怎麼樣的影響衝擊？現在你看到大概稀土已經大量的下降，到5月份的時候，鎢基本上已經完全沒有了，然後呢氧化鎢也大量的減少，在這幾個月以來，從1月、2月到5月，然後到6月，那野村綜合研究所它有一個評估，這評估已經這個出來一陣子。他說，如果這個持續3個月就會對日本的企業造成的6600億日元的影響，大概42億美元。那如果持續1整年就會造成2.6兆日元的影響，而整個日本的 GDP 會下降0.43%，這蠻嚴重的事情啊。因為日本它自己本身很多的企業其實不是分得那麼清楚。同時，這個時候呢，在上個月，日本在中國的就是中國日本商會8000多家日本的這個企業就聯合起來向中國政府這個請願，
也就希望說，第一個這個整個過程能夠比較透明化，這個過程能夠更清楚，然後能夠加速然後因為他們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在申請稀土或者稀有這個礦產出口的時候呢，怎麼樣做才能夠確保說，這個不會被拖延或者是被拒絕因為被出口管制。但是中國要倒過來跟這些廠商講，你自己把資料準備清楚啊，你這個東西到最後会不會用在軍工的產業？但這個東西其實本質上很難去劃分的。對，所以我們現在看這兩位就是夾帶這也是蠻聰明的。我原先第一時間看到日本的這個共同社的報道的時候，我在想，如果真的是稀土的你不可能帶土吧，对不对？那稀土的成品怎麼能過得安檢呢？我在想，不可能会是稀土制造的技術的文件之類的，或者是這些設備跟器材。因為我們來了解稀土不是只有那個土，日本現在想要去開礦，也不是只有那個成品，那個成品占重稀土，中國大陸占90%的出口的量，而是最重要的是你把它做到那個階段，可以用在戰鬥機，可以用在半導體。那個過程的 IP 技術跟就是製程，這些中國大陸有3大稀土公司它就在稀土界裡面就是稀土的台積電。是，所以呢，這一些相關的技術器材或設備，會不會也是日本政府日本企業了？日本企業，日本企業，日本政府对，有可能，以後不知道会不会是日本企業，因為日本政府也要成立國家情報局嘛，所以就是說，他們這些作為，當然你現在看被逮個正着，真的，那當然就很清楚，就他們現在真的是急得跳腳啊。好，這個日本企業出一些小招，但是被抓個正着，但令他們頭皮發麻的事情可能還在後面呢。因為現在中國對高純度的銫還有這個碲化銫有點饒舌，反正就是一些這種稀有的稀土出口管制已經確實衝擊到日本的廠商，有誰？包括了 Microtech 供應鏈、Ferrotech、KLK 等等你可能都沒有聽過他們的名字，但他們都是在整個稀土供應鏈裡面很重要的廠商。日本也知道麻煩大啦，喊出了2條路。第一條，我們車廠要減少使用稀土，都知道嘛，日本車廠是非常大的，豐田全球第一好，這個日本的零部件 Astemo 號稱呢，用鐵要取代這個稀土鋁我是不知道用鐵要怎麼取代但這項這個技術可能要2030年才可以投入使用。第2條就是靠回收了，我們都知道日本的資收做得非常好這個去玩這個分類回收很清楚，但是現在稀土也要做這個資收了，要把這個裡面的東西都摳出來，跟法國合作，準備在明年2027年初就有望來重啟這個回收的項目了。但是這些東西現在說是這樣子，能不能實際上路，我們還要持續觀察。更不要說你要從這些廢棄的馬達回收這些時間成本、純度、環保議題這都是曠日費時的東西，絕對是比不到中國直接斷供你來得快的。所以日本尋找替代方案，力辟蹊徑，這絕對是一個長遠的避險選擇，這沒有問題。但是時間不等人這件事情稀土不是像哆啦 A 夢從口袋拿出來就有你怎麼改變，你都要一些時間的沉澱。跟得上中國這一波斷料危機，直接斷你的炊嗎？上志哥，好，我想其實一切都要回到我們在講說，中國大陸在2006年今年的元月的時候，正式宣布了對於所謂的日本是一個精準跟長期的稀土管控計劃，這裡頭有1005個專項。其實一開始大家就覺得大概1500都是在稀嚕嚕，可是呢，真的到現在歷經了幾個月的庫存消耗之後，逐一大家開始這個專項真是看起來真是大學問。我想從前面我們都知道，剛剛講鎢的影響，就還是在於他們一旦發現說整個半導體當中要用的這個鎢沒了，而且人家永久不生產了，也就是說要等到日本的企業說了它的嚴重性，大家才知道多嚴重。好，之後這幾天前陣子突然出現工業鑽石這個部分，對日本的包括前盾、大道前盾，包括一些切割，包括半導體的折射，都受到影響。那這個是什麼呢？這是在1005的專項，因為先前沒有叫鑽石，叫做硬性材料。也就是說，這1005項擴展有多大？這幾天出現的東西，就是剛剛講的銫這件事情是什麼呢？好，我們簡單講，它就是在最高階輝達的最重要的最高階的晶片當中的能耗跟發熱最高的可能2個很微細的晶片端
中間要用壁來阻隔，因為你不阻隔，他們可能就瞬間就燒掉了。所以這個壁的應該說它不是对所有的晶片，但是对最高階的晶片，所以最近才發現糟糕，這個壁就是最近才發現的，沒貨了。好，但是大家工藝的部分是沒有錯，半導體晶片這是重稀土。目前為止，中國對日本的輕稀土的管制看起來其實沒有太嚴重，主要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這些重稀土。好，現在是什麼呢？是日本的製造業，他們現在日本的汽車哦，特別在電動汽車用到了，就是我們提到的有3個重要的東西，就金字部的一個是乙，一個是鍺，一個部分是鉈。這3個主要都是做跟磁鐵、跟區控元件有關的。我來講一個數字，這個乙哦，我認為就接下來為什麼現在是日本的汽車業要跑去中國了？因為乙跟去年相比，你知道今年為止它的整個進口，日本進口是去年的1.13%，你知道多少对不对？好，我們看鍺跟鉈呢是0，完全今年是沒有任何再進口的。所以，对於現在掀起了日本的這個汽車製造業有庫存一直用，可是現在雖然不是快沒有了，可是都可以完全算得出多久之後就沒了。而一旦沒有的部分，是整個跟日本的電動車跟車相關的關鍵零組件是全部都要停工的哈。所以為什麼現在日本這些民間拼了命的要繞過或不理現在日本官方，要自己尋求中日的民間友好的渠道，要好好的去溝通。所以我們現在對於稀土本身，日本當然現在講了一大堆，包括他們深海來開採啊，跟包括澳洲啦，包括跟印尼、加拿大的合作啦，跟美國、歐洲一起來建，然後剛剛講無稀土，包括回收的等等的。然而這些最大的關鍵不是合作的對象，這些都是一個政府想象中的願景當中要有技術，要有人才，資金也許有，但是現在看到所有現在日本曾經說過的最快能夠建好的都是2030年之後。可是眼前這幾年當中的實質的欠缺，現在就是日本所有民間產業當中不斷的就是喊天喊地，無論如何要自己突破的關鍵了。了解，剛才雙志哥幫我們分析了很多，真的是中國對日本限制的這個精準的組合拳啊，真的是套路是非常深的，一環接一環哦。原本乍看沒怎麼樣，你實際上等庫存消耗完，你才知道痛了。所以現在讓這個住友電器工會的會長松本正義他都說，哇，我们真的做不下去。如果中國持續把我們拒於門外呢，那日本的製造業必將陷入困境哦。這個工業的大佬都已經直接這樣講。但是尷尬的是，民間這個哭天喊地求爹娘沒有用啊，因為這個首相不認啊。我們看到彭博社報道說，首相高市早苗他持續在不滿跟北京槓上的梁子嘛，所以傳出呢，他不願意在 IPEC 期間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哦，這就跟日本企業趕快很急啊，希望趕快復合，跟中國這個官方供貨趕快復合，形成一個強烈的反差。我們看到領導人在民間急得要死的時候，他還擺出了一套非常高冷的一個姿態哦。我傳出我就是在 IPEC，我不要見習近平，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想法？你是看你自己的企業全部倒光嗎？只為了保持你自己這個高傲的水準，說出去的話你要堅持到底嗎？這樣做是不是一個明確的選擇？將軍幫我們分析一下高市早苗的內心戲是什麼？高市早苗哈，居然說中國北京哈對他做人身攻擊，所以他在 IPEC 會議上面他不見習近平。我覺得這是很明顯的，台語叫做更小燈熊氣了。這個反而這個先發制人，我先表示說我生氣，是我不見你，你確定是習近平不見你，還是你不見習近平？我覺得習近平根本就不想見你這個高市早苗，因為你從這個你上任之後發表的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一番言論之後，我們看到中日兩國不斷的交惡哈。然後剛開始中國是可以說是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但剛開始是包括到水產方面的制裁，還有旅遊方面的抵制等等哈。那時候日本可能還不覺得痛，但這次才發現說他們在稀有金屬方面確實是被打到七寸上面。現在所有產業已經是到火燒屁股了，就像剛才我們講的六氟化鎢，其實鎢還不是重金屬，它是提煉的這個金屬而已啊，只是中國有這個技術，將這個鎢提煉到6個 N。什麼叫6個 N 呢？就是純度是99.9999哈，這麼純的鎢，中國鎢可以提煉出來。那六氟化鎢又是做半導體很重要的一個氣體。那現在
日本的這2家生產六氟化鎢的這種企業來講，已經停產了。另外第二個有關製造 MLCC， 最近這2天所有產業界討論的很熱烈的這種電子元件它需要氧化銻這種元素。那銻就是一個重金屬就是重金屬稀土元素。那這個日本有3家產業，包括春田、TDK 等，這個可能在月底就已經這個就沒有貨了，就生產不出來。那我們現在講的，包括到高纯度的銻、銻，還有碲化鎳這幾樣東西，可能月底也即將見底。所以日本現在可以說是這個企業界非常急了可是你要知道，日本的這種軍工，他講中國對他是軍民兩用，可是日本没有標準的軍工的企業，你知道，像美國還有洛克希德馬丁就純粹生產軍事的，你或許還有，那日本都是軍民兩用的企業，比如川崎重工啦這個或者是三菱重工等等，都是軍民兩用。那我只要对你这個企業一制裁，不只是制裁你的軍工產業，根本連民生產業都會被聯絡到。那日本由於他要這個高市上來以後，積極除了說是台灣有事的這番言論激怒了中國大陸，另外他也積極在發展所謂軍國主義，他要造飛機啊、飛彈啊、大炮啊等等這些東西。那對於這方面來講的話，你必須要元素就是這個重稀土嘛。那這方面中國對你實施管制的話，我覺得日本來講的話，這是很難。那可能他高市早苗只剩下一條路，學立陶宛的總理自己辭職，然後換一個新的總理上來，整個改變政策，才有可能挽救日本的企業。了解。好，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回來還有最後1趴的討論。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